嘿，你们好哈！又到了脱单这个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来寻找脱单的这个方向的讯号哈。这是今天的3张牌，你可以从这3张牌给你的喜悦程度来去做选择，好，来去做选择。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选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哦。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方向开始哈，来寻找脱单的讯息。来，我们一样哈，先从5张动物灵卡里面，我们先翻一下5种能量哈。那这5种能量，我把它设定在对方所传来的5种能量的讯息。好，我们来预测一下，然后再去把它当成是一种枝叶。来去做一个发散，来看看讯息的走向是什么。它这一个讯息的随机性就会偏高了，就会没有一个我原本可以设定的一个走向跟趋势哈，然后它也无法搭配我的欲求来做一个发展。来，我们来从这5张来先打散哈，打散讯息。来，第1。3，好，4，5，好，哦，有一个很奇妙的完整性有出来哈。来，那我再用第2组，一样也是这个卡。如果我连翻5张，有里面的重复性的话，我们就跟随着那一个重复的卡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照原本的牌哈。来，我再翻5张。这是另外一组一样的卡哈。1没有哈，2也没有，3没有哈，4也没有，差一点，5好没有哈。看来我们还是照原本的路径走，这里是没有特别要去强调的一个走向的哈。来，那我从我觉得有一个能量特别吸引我的来开始讲哈，这张。如果你它这个非常模糊哈，这张其实有感受到一个某种似乎是对方的能量的传递过来，有靠近过来，中间有一个很奇妙的连接有出来哈，一种很柔性的、很温的暖的连接，跟你这边有联系出来哈。它这个联系是否在暗示我说，其实你们的距离是没有很远的这个角度其实挺难抓的哈，因为如果在这5张牌里面感受最强的是这个，就传的讯息是淡的话，我觉得我们直接把它剖开来看好了。我先以空间距离来看一下哈。来，我看一下第1张来核心的哈，你周遭盘旋的能量哈，一种搭桥的能量哈，还有一种所谓的远的能量、遥望的能量。来看一下这3张的讯号，的确是很近的哈。它的近有一点点像是你近期哈，你回想一下你近期有没有老朋友、旧朋友，已经很久没见到的朋友，最近有回归、有回来、有从远方来见你哈。就是你可能知道他已经去国外定居，然后最近有再回来你住的城市待一阵子，然后都会见见老朋友。你已经有看到他见见老朋友，或是你已经有跟他遇见了这样。然后这个人哈，应该是他的朋友圈里面的新朋友，也许已经认识，也许已经不认识。他现在这个人有从这里的感觉比较像是星球移到星球啦。被带来而没有要回去，被带来而没有要回去的一个能量，因为他被带来的时候，他好像被自己的事情或者其他的事情有做 hook 了，有勾住了，有下定锚了，有稳起来，那是他的自己的故事线哈。我觉得他就是这一阵子会在你
的生活圈、朋友圈里面找到了自己先短时间或者这一阵子先定下来的一个自己的决定啦，跟你没有关系，只是我看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来了停住了的状况哈。那他有在期待某一种转换，有期待某一艘船来把他接走，这是他那艘船不太像是要离开，而是一个新方向，他要找到一个新方向去到一个新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会在你附近，算是会盘旋蛮久的。以这张牌来说，你看哈，它像是什么？它像是被关起来，它像是被锁在这里。可是，在我这边的定义，就没办法直接用图像这里去只表达这些。它更深层的应该是说，它现在比较像是想要在他现在所在的范围里面去努力挑战、创造新的人际关系，就算挫折跟失败他都没关系，因为这是他新的选择的位置。所以他被你原本的旧朋友，或是他认识了你原本的旧朋友、老朋友，然后带来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这里没有一定说你们的认识是要靠这个旧朋友，他只是说这个旧朋友、老朋友认识了很久的朋友是把他带来的。你们不一定有直接的接触，可是是把它引来了到你的附近。好，那从这张牌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你们的距离不远啊，非常浅的。从这边看到的就是一种友好认识、友情相遇，这种都可以。那我们要把它定义到更深一点，就是你们会从一种很初步的认识的关系里面，慢慢的联系在一起，会慢慢的联系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个遥望的，有一个距离的。可能你会听到他听过他是谁，他可能也听过你是谁，可是都没有一个直接的认识。整个定义是在这里，这个是比较远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要我以现在来说的话，回归到这张牌，我会说，你们也许还没有真的认识，或是已经有遇到了，可是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下去。都还是处在一个很淡的状态，可是距离上、环境上各方面，我觉得已经算非常近了。因为这张牌已经看出来某种在等待的连接，跟在等待故事后面的发展。它很像一个影集，已经大概开始演了，然后已经让观众开始有所期待了。他们已经可以期待到，可能在看到第2季、第3季都 OK， 整个剧情的发展，他们已经可以想象着后面的走向了，所以他们愿意期待到第2季、第3季，只要不要太烂，或是不要太乱走或走偏了都 OK。这种心情跟感觉，能量上的心情是这种感觉哈。整个故事的走向也是这个感觉，所以应该来说，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初步的状态了哈。这边有一个讯息，一直叫我去翻看看哈，他叫我去翻翻这个最初你们两个相遇的最初能量的一个简单定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然后它会有一些延伸哈，从这里，这里，然后还有2张，没关系，我先翻这张。他说：“这里说你们最初的状况是处在2个，如果我要用比较好懂的，就是2个对立面，2个互相视为敌方的对立面的2股能量。这里不是说你们2个是互相为敌，然后有仇，不是这个概念。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目前算是2区不太干涉、不太影响不太有交流的2区的人，这是你们最初的状况。所以，即便你们近期跟朋友一起出去遇到的时候，我觉得初期好像也没有会很明确的交流或什么那如果回到这个点，再回到这里的话，那就非常需要有人搭桥让你们认识。可是我这边看到的又不觉得说帮你们搭桥跟认识的是一个原本我刚刚说把他带来的那个老朋友的关系，好像也是一个新朋友、新的交流里面，然后再慢慢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复杂性它有一个很嘈杂的、稀稀疏疏的很多人的声音的概念的气氛。而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语言比较像是穿梭在这个叽叽喳喳的语言里，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认识应该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认识，也许是你跟你朋友去喝酒，跟你朋友去吃东西，去哪里玩耍，然后再遇到他们这一群的人，或是再遇到这里的人，然后再做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样。那从这里就可能我要翻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初见面眼神遇到的时候，那一个能量的连接强度可以到多少
来我翻一下，因为它一直有一个你们该有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对话场景啦，可是一直处在一种 silent 安静的状况。我来确定一下那个场景的阴天很淡，远远的5、6个人，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话，我翻一下，连3张哈，哦掉了，那就4张。还是一样，的确跟那讯息差不多。遥望2层，已经是2、3层遥望了哈。就是说，我形容一个场景，我大概诠释一下那个场景的气氛哈。这大概可能是你们初见面可能会遇到的场景，这样你把它大概留心一下，这场景可能会在之后会有一种熟悉感会出现。它那场景比较像是说，你跟你的2、3个朋友一起出去，然后你的朋友然后他在他的朋友圈里，然后这2群朋友遇到，然后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有认识，然后他们在街上遇到，或是在哪里遇到，然后就对话这样。可是你跟他却有眼神的交流，可是你们中间隔了2、3个，你们站得远远的，没有直接的对话，只知道是2群陌生人的对2群人的遇见，中间有一些陌生人这样，然后你们就会开始对彼此有留心、有留意、在意，以后。他的照片、他的形象在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去了解这个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来自哪里，什么什么这样。然后这一条线就慢慢连接起来之后，以后再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留意他去哪里，然后你可能也会想去，他也会留意你要去哪，他可能也会想去。然后在见面的时候，应该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达成，主要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因为那个新的连接、能量连接已经连接起来了。在下次再遇到很靠近的时候，有机会聊天的时候，就不会错过那一个对话聊天的机会。那这一个状况，我觉得。好像快出现跟已经出现没多久，它在附近而已。这个状况在附近而已。好，好，我觉得这个就到这里。好，来，时间点我就不抓，反正我觉得它出现在附近，不是已经出现一阵子，不会很久，不然就是将要出现这个状况哈。所以你自己留意一下这个情况。来，那我们来看其他的。这里其实5张我是比较去看他的人内在能量跟人格品质啦哈，然后再从这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支线出来。这里有他的状况哈，他现在的状况，这是之前的，这比较像是核心。好，我大概知道了哈。这里有诉说他。确实是从一个旧和新的转换里面跑出来，他有斩断过去的，然后带到这个新天地。对他来讲，现在他所处在的那个位置，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被带领来的一个星球换星球。现在对他来讲，现在这个范围里是他的新天地，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负正能量的交换。他现在跳到一个全新，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你后来在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积极的，我觉得他会蛮积极的展现。自己然后这边也看出来，如果进入到爱情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啦后面交往，其实即便是朋友的关系，他都是很为自己人。他只要认为你是自己人，他就会把你对你来说有非常多的优待，他的双标也会跑出来。所谓的双标就是说，他对他人有更严格的，他对自己人就会非常放松放任，这样就是。也许以道德标准来说，这样子不理想，可是他是非常照顾自己人的，所以如果你跟他进入爱情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维护你，很多事情都会以你有优先。如果要去对抗外面的各种感觉的时候，他会以你为优先，先保护你，先保护自己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忠诚、很忠心的人哈。那我们再从这是他的现况啦哈。他现在确实是才刚在适应。一个新的东西，有很多的挑战，也开始会有一些挫折感，然后他也开始比较学会了去让自己像水一样的去适应他这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多为别人付出，自己少一点。他现在是处在这个状况哈，然后而且他是处在一种非常愉悦、兴奋、幸福的状态里，表示他现在所选的这个世界新的是他非常享受的。
所以我才说你在遇到他的时候，除了这些之外，还会看到一个好像眼神里面充满未来希望的人，好像做什么东西事情都无懈可击。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跟他开始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很全新的活力、生命力，有点幼稚，有点天马行空，有一点不踏实。可是那一种愉悦那种快乐的感觉，好像是你失去了很久的感觉。就是可能有时候人会社会化，然后有时候会僵硬，有的时候会不敢或不想再去多做一些激进前卫的事情，去跟其他人做碰撞。可是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毫无畏惧耶，而且是非常享受、非常 enjoy 在这个状况里面的，因为他才从另外一个他认为的深渊里面转换到现在这个新世界。对他来讲，他自己是这个新世界的一个白纸，什么东西都能够在这白纸上面书写，他觉得很快乐哈。这里面有几个讯息提供给你，在你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会有这些感受了。就是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讯息，让你对这个讯号产生似曾相识的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警觉到说出现了，懂吗？好，来，这个我冲骰，因为它在一个独立状态，一样，那没问题。好，我看一下。他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好，所以以到这个节奏感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当你遇到他跟他很交集的时候，应该会比我们现在看牌的时候的他在更好。他因为他也在一直步步的往上爬，他现在处在一个他自认为比较平凡的阶段，可是从这里看起来，至少3个月、4个月、半年内的时候，他状况一直往上爬升。无论你接下来在哪一个阶段里面遇到他，我都觉得你可能会在他人生里面状况最好的阶段跟他相遇，所以应该会有一个非常不错、浪漫的开端。但会不会立即进入爱情这个状况？坦白说，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一个爱情的喷发能量出来，我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一种很令人愉悦的期待出现。所以这一组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你会遇到最初期，应该说不能说最初期啦，一个蜕变后最初期状态的他。好，从这里把手结束。如果要我觉得再快的话，我觉得1季左右，他也该出现了啦，他也在出现。因为如果我们非常依赖，我记得我说的，注意一下我说的，如果我们非常依赖这2张牌给的时间点的话，非常依赖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不用那么依赖了，给它当成是暗示就好了。他暗指大概3个月内，你就应该要跟他比较接近了，而且甚至会有一些计划，甚至会有一些约定，甚至也有可能一些合作。那我会把它放成比较淡的是，可能会有一些旅游可以一起。他这边概念就是说，你们好像好的速度蛮快的，但是不是爱情的好，朋友的好的速度也蛮快的。有这个节奏，老整告诉说有这个节奏，但是这个节奏里不太像是你们2个人独处，还是有其他很多人，这里还是没有2个人的，就只有2个人的，没有只有能量比较向上，到3个月内他自己个人能量在向上，然后你们2个如果真的比较认识比较靠近的时候，2个人的关系能量也在向上。3个月内，然后再往后面没有看到，我只能说3个月内开始往向上这样。再加上这里数字的向上比这里的向上能量再强，所以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加成作用，不是加法是乘法作用，然后2个人会更加的接近。只是还是要老实说，这里在这个短时间的趋势里还没有立即进到爱情里。只有这些讯息到这里。好，我回来看一下这里因为核心的还是要看一下。我大概知道这张牌给的暗示了它有定义一个你们这个发展的节奏感。它提示着不会很快。
我一开始觉得的这个慢，我没有意识到它讲的是可能是你们的节奏。但是如果翻开了这么多讯息的补充的话，我会觉得他前面讲的这个慢节奏，应该就是在讲你们两个关系的发展的节奏。因为从这里好几层的走下阶段，都没有一个很强的外力推，没有，有几个外力都只有把你们引导到位置。它很像去餐厅，服务生把你带到了你们该坐的位置。那个位置是定好坐的，还是你们就到了餐厅刚好有位置带去坐？不知道，只是刚好就有到了某个时间点，就有人带你们去坐在那里，然后开始交流，能量开始交流，然后3个小时谈话越来越好，往上去，这样就像这样。只是你把3个小时改成3个月，然后让往上讲。好，能量的顺序，就大家你可以体会一下。好，那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好像漏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牌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像是一个石头，会踩到的，会有感觉的。记得你们虽然相处好像很契合，可是你们终究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哦。好，这个是这里的提示，这个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在你遇到他的时候。如果是这样，这个才是很坚定的讯息，让你知道说他好像出现了。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说他好像是被其他人从另外一个星球带来这个星球的，是这个概念哦。好，那大致这样就讲哈，1号牌的朋友，好，我觉得讯息非常出奇，在这份关系非常出奇，但也不错，我觉得这讯息也来得蛮扎实的，那我们就留意一下哈。好，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2号牌。那今天的题目是脱单，好，我们来把这个脱单的讯息来寻找出来，好，来，我们一样用5张动物卡来开始，先把这5棵大树打开哈，来看一下这些枝叶的讯息是怎么联系的哈。那这5张牌的能量是来自于对方所传来的5种内在本质、它的结构、性格各方面能量的5张牌，我们再从这边返回推去连接它，看看那个故事线跟发展趋势是从哪里走哈。来看这5张的趋势暗示指引是哪5张？来。越是叠在一起的，我的习惯就会把它翻开里面抽，因为我觉得它被藏起来了。我觉得越是要出现的牌会被藏起来。好，还有2张，这边。好，那这是第1组牌哈。来，我们再用另外一组一样的牌，好，来一样的全新的牌。然后我连翻5张，看有没有重复。有重复的话，那就表示那一个讯息可能会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核心走向哈。我就要从那里去发展出来。好，5张哈。1没有，2、3，差一点没有，4没有，最后了5。对啊，没有。好，那就以上面的为主哈。那只好我们现在就没办法依赖它了，我们靠凭我的直觉来感觉这5张牌的最强的能量应该从哪里出现。其实这张牌一直在叫我，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对它太熟悉了，所以我每次都会被它吸引住。所以我要如果把它退出掉，来从这边来感受到的话，其实是这张牌。哦，那我们从这张牌就开始。如果他是用这种心情做开端的话，我会好奇2件事。第一，这份好能量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还是跟你接触之后才产生的？哦，看一下。一开始就请出恶魔牌来问，来自己的，我先放1张。不太像哈，没有连接到。来，跟你接触之后的2张牌的意义都一样哈，反正是关系分。
我觉得这两张的暗示是你还没有遇见，他还在走进来的，渐渐走进来的路径上。他还没有，两张牌的节奏感就这样，他还没有靠近。所以呢，这张牌是他现在的状况。那这边还没看出来他跟你的距离，只能讲到他现在的状况。他现在处在一种我觉得很心满意足、知足自己的状态。他现在应该觉得他现在做什么都好，心想事成，做什么都对，很顺，好像有很多贵人相助，好像有神力的感觉。我觉得他现在是处在这个状况。那通常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担心有一个下坡点，因为这已经到了那个高点平原上平台区了，它可能会有一个下坡点，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要出现。好，这是他现在的状况。那这个我们就先摆在一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距离。这个比较重要。好，这个来翻。因为从这里看得出来，它某些独立性，然后还没有很靠近你这里的话，连结还没有出来的话，是还没有的话，不是一定。那我们来去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方向？所以我来用空间的牌来看下来。这样的确还没在附近呢，还蛮远的。这个牌的状况比较像是说已经在渡船头了，可是因为气候不好，之前停下来了。可是就在最近的时刻，天气好了，可以出船了哈，海面上也非常平静的稳定下来，可以去了哈。然后有一个被预知的暴风雨，接下来要来，所以现在是最好的出航时机。如果要到了某个彼岸的话，现在最好快一点哈，因为现在所在的背后的海况、天象、气象都是非常好的，现在就要准备出席。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他现在应该已经正起航、启动，往你这里走来，往你这边靠近。不知道他决定了什么，可是他终于启动了，现在已经启动了哈，而且节奏感算急速的，节奏感是有加快的哈。然后，但这边也暗示一件事情：如果你们近期没有遇到的话，最近能够遇到的最好的时机可能会错过，可能快错过，因为他这边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在讲。近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件，但是近期也不是所谓的一个礼拜、一个月什么这种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里给的时间的指引哈，记得这个是给参考的时间指引。那我们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会把它当成是说，如果这一个信息的指引非常强的话，非常接近的话，那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你们可能会是最靠近或认识的这样。但是通常这个时间指引只能告诉你一个方向感，不要太依赖它的时间点。它是要你感受一下离你现在到你们相遇的节奏。来，我用2个看就好了，然后我再帮你诠释一下它的节奏怎么说。这个跨度很高了哈，跨度很远，然后我为什么我笑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答案等于有说跟没说一样，但是我还是会把你往里面挖。虽然时间点上有点有说跟没说，因为它跨太多，它大概跨了8个月。他说最好的时间区块大概8到10个月，这么远，那等于没说。对我来说是没说。但是以更遥望的宇宙的密契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有说。因为也许遥望的密契角度是以一个 decade。10年为看的话，这个10个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点，是没错。可是我们身为人，每一秒一秒都是我们自己在走的，所以这个10个月其实是太远，我等于觉得他没有说，因为中间的变化性太大了。尤其我常说3、6个月都是一个变化性很大的一个时间区块。只是这个区域它还是有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你们之间有一些蛮稳定的，可能是人际关系的能量正在逐步的组织起来，
两边的人的人际关系能量在组织起来，因为土能量上来了，而且都是非常强的土能量，有行动力的土能量，有能够滋养出结果的土能量。所以慢慢的，即便你们完全不认识，尤其在这边说他慢慢的走过来，你们可能在人际关系的编织上面，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这些编织人际关系，慢慢把你们两个拉近了。有这个慢慢拉近的，所以他需要花一点时间，他可能不会2-3天就拉近，他可能就要慢慢拉近，要发生很多其他人的故事线，10条、20条的故事线编织起来，慢慢拉近。这边其实有这个讯号哦，所以如果以这个讯号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跳跃的时间区块大概8到10个月，甚至到1年，这个是很合理的。我们就跳脱直觉，我们跳脱绝对到理智之柱的这个方向来去看的话，这个是很合理的。既然都讲理智之柱，还翻3张。来，我看一下。首先你们不太会在第一次，就算这11个月中间有提早遇到或什么，你们不太会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明确的爱情喜欢的感觉会出来，没有。你们的感情跟你们的熟悉度会在朋友之间的玩乐、熟悉之间慢慢的拉近之后，熟悉感、存在感慢慢的浮现之后，才会比较有谈心、谈内容的东西出来。这3张牌其实是一个非常吵的组合，而且它是一个我们要从一个无情绪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非常吵的组合的状态的时候，我只能说你们从第一次见到面，然后后来慢慢变到比较熟的整个流程里面，都掺杂了非常多其他人的声音，所以也就代表你的每一次的见面里面，都是因为别人的聚会跟着一起去的状况里面，慢慢的熟悉起来，看久了看多了就看成喜欢了，就变喜欢了，熟了喜欢了这样。虽然这是一个感觉不浪漫的过程，可是这是因为你们的流程上面出现了蛮多的安定能量，我把它定义成安定能量。有一些比较浪漫的土能量、水能量或是火能量都被框限在旁边，不是你们的旁边的，它比较是营造气氛的，而不是你们自己内心的心境的这样。这太难太深，我直接讲结论就好，就是你们会在一点一滴的熟悉之后，渐渐的发现自己会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所以这一组的流动节奏确实是这个10个月、1年的8到10个月这种节奏。所以他这里也许他没有错，也许他就完全讲对了，他就不是马上就出现的这样。那我从这里的理智之柱的3个重点来看的话，你们之间的那一个水能量是被局限的，行动的火能量也是被打散的，被滤掉的，变淡的。唯一让你们比较能够连接的是那一种次数的累积，见到面的频率的累积，这样子。你们不太像是一开始一见面的时候就直捣黄龙的，就直接能够讲内心的事情的人，没有这个，我直接说没有。模式就不一样，模式就不一样。好，有一个讯号，我确定一下，我就翻1张来确定就好了。我先翻，我再告诉你我问了什么，因为也许翻出来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我就不告诉你了。好。可能吧，春天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转弯。好，就这样。因为我的题目是春天吗？这边说到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脱离规则的状态会出现。好，他就这样讲。好，来，我们来回到上面这4张还没讲的。我看一下，
一张一张啊，来这里性格，这个是要跳脱出来讲的哦。我们先把他，你可能遇到他的内在性格的东西，我大概先跟你讲一下哈。他现在的状况哈，他现在的状况已经换了一个样子。他这边在暗示说，你有可能在接下来遇到他的新朋友，或是跟他认识不久的朋友，还有遇到他的老朋友，你大概依稀会听到说，他有经历一些事情，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不能说他现在的状况比较好，可是他现在的状况比较符合他的完成体、完全体。所以有的时候你后来在认识的时候，认识比较久的，他认识比较久的朋友，可能会告诉你说他以前不是那个样子，而且是有一种天壤之别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会遇到他，表示他现在这个所谓的完成体是比较适合你的。你们两个在这方面比较对齐，可能以前的那些就比较。那个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以前不会遇到的状况，因为他的能量各方面、性格方面，以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状况呢，他是没有的。再来，这个是3个阶段的哈。这里他的故事线哈，你可能会觉得他一路撑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现在这个完成体蜕变的状况是属于一种比较澎湃、喜悦、开心的状态，就跟一开始讲的，主要是因为他好像有从他觉得的辛苦的那一个阶段爬过来这里了，所以他现在比较知道怎么享受自己、喜欢自己各方面的。好，那他内在有一个很强的韧性，比较冷酷的，比较硬的。那一种性格面这个要到比较深入的点，你才会慢慢的发现，它会有一个落差。你会在外在或出席的上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活力、很澎湃，好像很热情、现在的定义来说很依人的概念上来看到这样子的人。可是他其实内在其实是一个很冷静的、很有感知力的、很有直觉性的。其实他内心，他其实应该是 I 人。如果我们用最粗浅的方式来说，不太讲后面那个，就用最粗浅 I 跟 E 来说的话，他其实应该是 I 人，只是他把自己的现况表现得比较像 E 人，因为他是一个很能够安静下来、内在直觉、灵感、猜测、怜悯之心、洞察其他人的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呢。你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即便你们没有在一起，你跟他讲心事，你会发现他很能够猜到每个人心里的那一个挂碍、黑暗面、灰色地带，他很能够看到。可是从这里看得出来，他为什么很能够看到，就是因为他从之前某些比较辛苦的位置翻上来、爬上来，他也不期待自己要变成这样。可是那些经历跟心得。一路跟着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某些方面我看得出来他有挣扎，他对于自己的两面性他很挣扎，他发现他失去了以前比较纯真的那一面，变成现在比较能够保持安全的状态的自己，所以他在这个安全状态自己的时候，尽情的享乐，表现出快乐的样子。但是那是他真正的样子吗？我跟你讲，那是他学习的样子，他学习出来要这样子的样子。那你说那不是他吗？其实那是，就像他。的穿衣风格，有时候你要把人想成这样，他在外面展现给别人那个样子，可是不是他真正的自己，是因为那个是他的穿衣风格，他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包装、盔甲、武器，他这样子生存下去，他觉得比较安定、稳定，而换来某种快乐、幸福。这个不是只是两面的东西，它是有层次的东西。好，它是有层次的东西。所以。基于这点，如果未来你跟他如果真的在一起相处，慢慢更接近，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土壤慢慢培养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对你的观感各方面，他是从一种慢慢理解你而相信你，然后再从相信你得到很多的安定、安全的感觉之后，习惯跟你在一起，而在意你，最后只想跟你在一起，会变成这个逻辑的节奏啦。从你的角度再去看他的话，有一个不错的收获，这边有出现，但我先翻。然后再验证一下我的思维。2张，我先看完。
没有答案，但我先告诉你我得到的直觉提示哦。我得到的直觉提示是说，你遇到他之后，你在你的内心、身心灵魂的部分会有一个很不错的高度的开窍，因为他有很多全新的语言哈，会带来给你，这靠到后面才会比较发现。那这两张牌说，你初期还是要适应两种不同的对立哈，能量各方面不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你可能前面没遇过的那种类型的人，内在的人，尤其越挖越深的，他内在心情的世界，跟你开始初期认识他的完全不太一样。然后你会觉得很丰富、很丰盛，而且他其实有在一步一步把你带领到你新的视野、内心的视野，有一种到新的境界的感觉。那这个慢慢后面才会体会到。那他还会教会你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教会你，你要相信，这个是我从这里看出来的。从这里看出来，他的内在能量会影响你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教会你一个智慧，就是有点类似身体会去显化你的梦想。可是我觉得他讲的更深一点，他比较像是说，有付出当然会有收获，可是更多的是要注入一种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宗教的信仰，而是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未来？他会教会你怎么看到这一件事情，然后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轻松。在很多事情卡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走到了你现在的困难的后面跟更远端，而困难只是有点像是现在看起来已经是 pass 掉的东西，只是有点回味，然后你已经找到方法面对。这个智慧比较难，但是他后面会慢慢教你怎么永远走在未来的点，而不是现在这个点，会比现在这个点再走进未来一点点。这样，我这边看到他的某种他其实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因为我看到了某种辗转啦。然后这里其实已经讲到非常重要，他的内在品质是一个非常用比较理智的角度去理解智慧的一个人。然后我在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了某种跟神秘主义有关的一个思维去看待他的智慧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是这样，很难形容。这个你要慢慢发挥的时候才会发现。我只能再用最浅的方式跟你讲说，你会发现你以为的智慧的理解角度，原来有更多样性，有更多选择。好，我只能大概讲到这里。那从爱情的角度来说，你会很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人生。好，大概是这个角度。好，2号牌就这样，节奏比较慢，但是很值得等待，等它出现哈。记得它不会很明确的从一开始就出现，这个都要慢慢的跑出来，慢慢的跑出来，类似日久生情啦，可是深度跟层次更高。好，那就这样，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这组我觉得我讲的很糊，希望你有听到清楚的点哈。因为我讲到现在，我到结束，我还是觉得那个雾还在。好，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接下来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好，先说这张牌哈，这张牌其实它蛮硬的哦，它其实还蛮利的哈，它算蛮利的牌。你会选到这张牌，应该我觉得算敏感哈。这题你应该感受上是不选温和，你可能像对于细节跟一些比较需要琢磨的小东西、尖锐的东西没有敏感到哈，你才选到这张。好，来，那我们先从3张动物牌来看哈。我们先从一样哈，我每次都解释一下，让你知道有概念，因为总有第一次来听的嘛。好，来，我们先从5张动物牌来去捕捉对方从那里传来的5个性格上内在能量的5个讯息，然后我们再从这讯息里面回头去捕捉我们跟他的连接，这里跟他的连接跟你们的距离、路径、空间、时间感、时间轴的一个方向。看他今天要琢磨在哪个点。好，来我看一下5张。第1、第2，都是我很稀少看到的。第3、第4，真的很稀少，这组都是我比较少翻到的耶。还真的耶。那看来是有一个取向是固定的哈，没关系，我再来。那我们再从另外一组一模一样的牌哈。
来放5张，看有没有重复出现。有重复出现，那就表示有针对那一个点要去做发散哈。来第一，哦，竟然有，为什么会这么接？因为不容易，不容易哈。来，2、3，差一点4，又有啊！这组好特别，还有1张，好，有2张，看来要做个选举了。很特别。我先看一下这2张，你看到这几率多小？来看一下这2张，我先感觉一下这2张的结构，再看一下它到底，我先从我的直觉，我先不猜，我先不翻牌猜，我先直接从我的直觉给的讯息，我先说哈。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对谈上面没有那么融洽，所以对彼此要有一点点耐心，需要一点点耐心，你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原地，你们会发现你们其实很合，各方面的连接度，各方面都应该还蛮合的，因为它有一个被刁难的门，它有一点像是我要用一种生活化的方式来讲，它有点像是你今天突然看到一个门，然后你有一串钥匙，但你不知道那一串钥匙是哪一个才是开这个门，然后你就一个一个试，一个一个试，一个一个试的感觉，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感觉。有人只给你一串钥匙，他没有告诉你开门的是哪一只，但是他给了你钥匙，也给你门，但是你们就是慢慢。然后开完之后才发现，后面是值得你前面琢磨这么久来开门的一个新天地，这就是你们一开始见到面的关系。所以这边我在提示要有一些耐心，要先出来再出气。然后这张牌给的是一种幸福、洋溢、满足，跟很接近恋人牌的一种急促关系。所以开端是不错的，但是延续性这边没有讲，所以。他今天这2张牌一起来做提示的话，他可能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很有机会你们在一开始的对话不太投气之后就掉头走了，有可能哦，所以记得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哇，这句话已经2、3个月、几个月没有讲了，好久没出现了。记得刚认识一个人，你要维持住你对他的好感。譬如说，你一看，这个人感觉还不错，看起来就还蛮喜欢的。然后一开始讲话几句话，还不错。这个人的声音我喜欢，他的长相、他的穿着衣着各方面的气质都还不错。就差你们对话的时候，内容可能有点不投机，然后有点碰撞这样。这个部分好像要撑一下，后面才会有新天地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会慢慢的修正跟你的对话，他也许也在不适应你。不是，是你不适应他。他也许拿出来的自己，只是他包装过的自己，不够真诚的自己。他不知道你是谁，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你，他在做一些调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这样，这边在提示这样，他出现的时候会有这样哈。来，这2张就先讲。来，我们这个时候我翻一个东西。好。因为在讲这里的时候，有一个蛮明确的类似回忆感的画面有跑出来，我觉得好像在投射你们的初次见面的状况哈。那一个画面里让我觉得它不算很近，但是它也很类似曾经发生。可是我觉得反过来的路径上，它也接近将要发生，所以我翻一下你们2个的距离哦，因为我不太确定你们距离是近跟远，这个内心的提问是模糊的。不近了，可是差不多要近了啦。我觉得不近，我觉得差不多要被定义在是靠近了。然后靠近的能量是因为有其他人带领了，有引路人，有提灯人把他带领过来，或是把你带领过去这样。你们中间现在起雾了然后不容易靠近，有点像是。又有一些画面状况了，有点像是2个彼岸中间确实是有一道墙，可是下面的河水暴涨你确实可以用冲刺的渡过这个墙到彼岸，可是你们不敢，
然后又加上起雾。你不太确定这个桥你要跑多久，你要走多久，这样。现在就是你们这个关系的这样。那我说会有一个引路人，会有一个提灯的，因为他会来跟你报喜，说这条路径没问题，他会带领你去过桥这样。那这个好运气跟好能量没有那么快来，因为命运之轮在我所定义的远方跟迟迟未到，跟从海深底慢慢的浮现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能量还没跟上，这是之后。再加上现在这张牌告诉我说，你现在其实没办法做太多什么了，但是状况没有变，没有越来越差，而是渐渐的变好。只是以现状来说，你现在没办法去对这一件事情，你们的预见整个事情的改善没办法处理，做什么？你现在只能就在那边任旁边的能量摆动，顺着它走，就会往比较好的方向走。未来是往比较好的方向走，只是现在有点难以有所作为，就在等待时间上的问题，再往下等一下就好了。好，这里我就先放到这里。来，我看一下这里。好，不错。想什么事？这样是他的哈。其实这3章讲了一个他那边传过来的一个连续啦，一个有点像是故事性的连续哈。他现在的状况是处在一个他自己心底认为的一个非常稳定、安全的世界里，他不想动，他不想改变。那他也不是就莫名的就到了这里，他之前有做过一些挣扎，但是他也不像死神牌一样有做过一个正负能量的转换。我觉得他只是暂时脱离，跟他找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方法，来到了现在这个状况。他其实还没有脱离，或是完全脱离他不喜欢的那个状况，他只是在这个环境、这个状况里面找到一个他觉得比较舒适的状态待着。所以啦。待着之后，他正在寻求像死神牌那样子的边界点，然后他要做一个新的跨越，所以他现在正在，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边界，就是坏事跟好事，他现在正在坏事的最边缘，在找方法跳到比较好的新的世界的一个能量跟契机，它在蓄积起来。所以我认为以这个状态来说，它现在确实不适合让你认识跟出现在你面前，所以这边才说，才像我这样形容的那个状况。没有要去，那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状况确实是需要一个贵人或贵事去做引导，那个就是他的故事现在在行走的，跟你这里没关系，因为你这里真的没办法做到任何其他的事情哈。来，我们看一下，光这张牌，我翻2张来做。这样哦，好啦。这2张牌不是告诉你的，而是只能跟你解释他现在的现况。他现在处在一种他有点看不明他眼前的这些人事物的状况。可是从这个贵人一出来了之后，他会帮他破解，他会带领他去知道他现在所处的状况的问题在哪里，他会帮他解决，会让他看清楚真正的路径。这样，因为他现在在这2张牌的恶魔牌给的启示是，他现在在拘泥于表象之中，然后另外一场却说，接下来就会有破除表象的一个方法会出现。这2张牌竟然合在一起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能说，他现在遇到了某些困境跟困难，他要把他自己拔出来、爬出来之后，才会到比较好的他之后才会跟你相见啦。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这些情况，再告诉我们什么？可能他的出现还要再等一下子，没有那么快，因为他已经在很边缘挣扎中了，可能这个要让他再琢磨几个月吧。来，那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翻一下哈。那我翻的这个时间点，不讲时间点，我们讲的是一个时间节奏，它这个大概还要多久？我翻完之后，我告诉你我的节奏感是什么哈。它至少要在1季多、1季半的时候才会慢慢改善，然后他那个贵人或什么才会慢慢的出现，把它往这边改过来。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能量的转换，而不是真的一个事情的呈现。我看到是一个能量的转换，要在慢慢的变好，大概要到1季之后，它的能量才慢慢的变好。
那才会静下来。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河堤暴涨水，那个才会慢慢的静下来，才会慢慢的缓下来，然后大概到1季之后，才会有慢慢的好的能量会上来哈。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再撑，慢慢的撑到那里。那回到你跟他的关系，可能就是要在1季之后才会逐步的靠近，而不是1季半之后才就会见面，没有才会逐步的靠近。所以你跟他的连接关系可能就没有这么快的在最近就要遇到了哦，不会这么快，不会这么快。好。来佐证一下这个气氛哈。好，没错哈，没错，反正2张都说了哈，那就是一个笔直的道路了哈，慢慢期待那一个，我确定一下有没有看错哈，慢慢期待一下那一个贵人会出现哈，贵人会去帮他扳正，会去帮他看清楚前面的路哦，他会是他的长了一个很明净的眼睛哈，反正他现在就不太会出现了。那你这边确实是没办法对于这份关系多做什么哈，可是这里也没有特别有一些指令跟提示说你现在对你自己的各方面灵性你提升可以做什么，这边好像都没有对你提示哦，这边比较多的诠释是他那里3号牌。就只告诉你说，他大概要到1季之后才会慢慢的靠近了，1季半，我要说1季半，因为我觉得他不到2季，但他要1季半左右。这组讯息蛮淡的哈，来，所以这里我们要回来这里。这边我们一开始有诠释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个状况嘛，哈。那他为什么要2张牌诠释？表示确实好像有那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状况，而且是清晰的。那我们必须把这个摆脱去解释它的。我们来回头来看这个，这里只有说慢慢走来，是以心灵灵魂的方向，而不是肉体哦。所以这里也有可能是，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见到了，可是你们2个人的交集交流各方面要到1季半之后才会变得比较好，这也是另外一个路径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里当成是你们已经会先见，我们来先确定一下这一个第一次见面就卡卡的，然后慢慢才会打开门，是不是也是在这里说的需要花一段时间呢？还是不是这一个先见面会在这里之前先见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然后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相信他说的时间点就是对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的本质要把它当参考。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想确定是不是这个前面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小小的执念去依赖他讲的可能是要发生的。其实这一段啦，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较多的乐趣，比较像是一个玩乐的状态来翻，比较像是桌游的状态来翻，然后不要刻意去确定这个时间点的明确度或不是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走向。我们翻开来看那个感觉。我要问我就直接告诉你他有没有说在1季半之前，其实你们就会先遇到这个状况，还是要到1季半之后才会遇到这样？那我要问的是，钱是不是钱？如果它出现的时间是在这个时间之前，那就是哈。但是，好，反正我翻完就告诉你，因为我想要展开这一个阶段的讯息。他说会。几率高不高呢？会，契机在于跟朋友出去的时候，而且人还蛮多的一个场合里面会出现。来，那大概这个复杂性就出来了。如果啦，我先说，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个能量的品质跟它的强度，我觉得不强，你可能要在完整能量强度下要在30%以下。有讯息，但是能量不强，但是我还是帮你解释一下，让我们期盼一下这个阶段的可能机会。这可能机会就是在讲说，近3个月内，你有没有机会提早遇到他？有，这边是说有，然后你确实会遇到那个一开始讲话就有点不太投机，可是这个人一看就喜欢的状况，会有可能会出现，而且那个出现就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跟人讲的，就是跟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会遇到有这个机会，好来，但是能量不强哦，我只能说有这个机会哈，我再来看一下。这个有支持这个机会，我只能说他有支持这个机会，但是有个条件，你内在的正能量要保持住，保持住蛮好的，因为他这边说这一个的遇见需要正
正能量的交换，所以你要一直保持住比较好的正能量，在维持在这3个月，才有可能会去创造、去显化这一个提早遇见的机会。那我觉得这里就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额外抓出来的，我自己也没有100%支持这个讯息，但是有这个讯息，我就把它抓出来看。我先说，我老实说，我在翻这段讯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会出现任何讯息的支持，时间点也不会出现。我觉得这一段是空的，可是这2张牌说有。那我只能跟你说参考哦，因为我把它定义在能量比较弱，然后这里就讲到这里哦。可是我还是可以再翻某一张牌，结论这张牌说，有可能会有提早遇见但是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时间点。好，我只能这边就做这个提示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总结啦，我要让比较不太能理解这个暗示是什么的人，我再做一个比较浅的解释，就是说，也许你们会在这3个月提早遇见，可是真的就跟如一开始讲到的，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话不投机，觉得不适合。也许看到这个人还蛮喜欢的，刚刚声音还蛮喜欢，就一聊天就觉得说不太合，确实会有这个初期感觉在一起。那前面也有在告诉你说，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可是从后面翻下来，发现这不是拒不拒绝的问题，而是好像很难进入一个比较有默契的话题里。那从这里能量的来看，我们把能量当借口来说的话，为什么会这样？能量上是说，因为还不够完整，时机点还不好啦。回到这里来说，因为还没有往上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过桥下面的那个河水暴涨，还没有静下来，所以心没有很定。当心没有很定，这个提灯人、指引的人没有出现，会发生什么？很多该照亮的光明面没有出现了。那为何这边说你要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正能量，才会创造出这个点？表示这一个路径上要去开这一扇门，很多钥匙要去开这扇门，需要很不错的正能量来去让这一条路走得比较舒适，跟能够比较清晰看到彼此的好能量的所在。也就像是找到那一个对的钥匙，要看清楚。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当你们提早遇见的时候，很像是有那一串钥匙要去开这个门，可是什么？门的位置没有打光，你们很像在黑暗中摸钥匙去插钥匙孔去开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方法、有手段、有什么，可是没有方向的感觉。所以这里我说我多翻，然后我没有很支持，然后我觉得能量很低，是因为我没有觉得它那个被照亮的能量对我来说很清晰。但是我要翻，是因为我又觉得有，所以这边得到的暗示，以我现在的能力跟我的理解力，我只能跟你说，有那个机会，可是不是好的时机，不如等待在更好的时机上来，有好的指引的人或什么。那这个指引的人的存在，会是他可能会是你们对谈、交流、介绍彼此的一个很好的开场，他会帮你们彼此做一个很好的包装、介绍、理解，让你们省去一开始卡卡的对话不投机的那个阻碍。他会创造出适合你们的对话，他会在你们两个对话里面做穿梭，他会让你们两个比较加速的去认识到彼此的好，而去排除掉前面我刚说卡卡的不太知道那个找钥匙的阶段。如果这个人出现了，他就在你旁边告诉你说，就这把钥匙拿去开，那是不是变得很方便？他这一个好能量出现就是这件事。那这个好能量出现，至少有3个点在说会有这一个介入的能量美化、感化，好淡化这个阻碍，美化这个情境，加强这样子。但是就是以这里来说，它就是要1季半之后，它才会进来。以能量的角度是这样。好，我希望你听懂。那如果啦，真的提早出现了，就当做是一个交谈经验。因为真正的故事线，我觉得不在提早出现的这一条，它可能就只是有一种像彩蛋的感觉彩蛋的感觉，或是一种番外篇小感觉。你不会
那么遗憾错过，因为主线不在这里。好，三号牌就这样哦。三号牌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哈。老实说，其实我不需要翻这个，可是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是，好像需要翻这个，因为里面有一些启示要提示一下，看来是有哦。好，那大致上这样哈，整个依循这个节奏感是好的，好，它是渐渐的往好的地方走的，好，别担心，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哦，哈，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希望这一组能够尽量的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好，那就谢谢你们哈，祝福你们。